好，回来我们再看到的就是印度这边跟高市早苗啊，因为昨天讲到他们以兄妹来相称哦，那现在啊竟然说啊高市去了趟印度，竟然看上了牛粪，而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哦，那是真的看上牛粪这件事情。好，因为他要斥资4000亿日元来投资牛粪。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跟莫迪签了一份合作沼气的倡议，两国要在2030年前哦，让印度大地上立起1000座以牛粪为主要原料的沼气工厂。好，那我因为不是这个专家，我不知道这个可行性到底有多少，还是一个徒劳无功的事情。但是日本哦态度非常的认真，好，所以呢，这经济产业省跟印度的农业部已经签了备忘录。好，铃木汽车呢也把样板工厂跑起来了，说连牛粪收购价都定好了，每公斤1卢比。好，那高市早苗访印哦，互相称兄妹。那现在莫迪也喊话说美丽的妹妹哦，那但是日本的网友却是怒轰，认为这就所谓的送钱外交啦。你看到日本的网友讲啊，人家之所以叫你美丽的妹妹，是因为你把日本的钱送给了人家。然后还有人做了梗图哦，说这个印度的总理莫迪将高市变成了 ATM 所以高市变成的是 ATM 的形态。那当然，为了抵制中国的稀土啊，日本这一趟去印度，自然也是有所谓的政治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联合印度来抗日。好，所以呢，印度的经济论坛开幕，莫迪表示，日印的合作将会惠及世界。好，莫迪说啊，日本的专业知识跟投资，还有跟印度的速度与规模相结合，就会让全世界来受益。好，那期待两国的合作。那日本跟印度同意推动在晶片还有关键矿产上面，还有人工智慧领域的合作。那莫迪称印日将在关键矿产上面密切合作，中方这边有做一些回应。这是外交部的发言人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的小圈子，说挑动了对立对抗。好，所以中国大陆也很深知哦，这一次高市早苗在印度就是一种抱团取暖就是要对抗中国大陆就对了。好，150家的日系跟着高市进到了印度，那日本不是找新市场，而是替下一场的供应链风暴来找退路。好，那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请那个来宾来帮我分析一下。但是像莫迪跟高市互认兄妹学者认为日印抱团取暖。好，这是中国学者他特别分析说，日印现在都处于一个孤立状态。那这一次的访问就是一种抱团取暖，因为东亚国家普遍不喜欢日本，那日本在 G7 也缺乏支持，所以高市访印带来是资金跟技术，希望寻求中国稀土的替代来源，来提升印度的这个矿产冶炼的能力。那中日经济的互补性远高于中印那印度对外的这个外资的政策又多变，那120项的合作文件投资承诺大，实际的成效又存疑，所以供应链重构替代中国是更不可能。那过去10多年在美国大力支持下都没有成功所以有一些人在分析日印之间的合作关系恐怕也没有想象中的简单。那像是日本东京也庆祝了美国建国250周年。好，那无人机展示了川普跟高市早苗一个同框的画面。好，那你可以看到 Happy the Birthday America 就是有250年。那像是呢这个东京塔也打开了美国国旗色的灯光还有一些烟花表演还有无人机表演。那表演当中还出现了川普还有高市早苗的身影。好，这个是自由女神嘛。所以呢，这个日本对于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欢庆好，那日本印度独角兽的条约重塑了印太地区海军引申的力量平衡。那印度的海军获得了日本先进军舰的技术，说这一项其实呢也引进了独角兽的这个整合系统有望就是提升印度海军的一个隐身生存的能力，然后加上海上的电子战韧性以及印太地区的海军力量的投射能力。那两国呢还会致力于在一些国防技术
术上面，所以莫迪说啊，我们就可以加强区域稳定跟海上的安全，好，那来做一些基础的印太秩序的维护。那高师访问印度，现在说啊，日本只是想要利用印度的地缘政治影响力，那扩大在印度洋、南亚还有全球南方的外交跟安全影响力啊，自由开放的印太哦，这一直呢就是要超越亚太地区，把印度哦更牢固的纳入他们的战略体系，来制衡中国。好，所以呢，还是大家看得出来，高市哦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制衡中国啦。好，那是不是超越美国主导印太地区呢？哦，现在哦，对于美国对于印太地区的战略注意力哦是很片段的哈。那当然，现在说将区域稳定的外包给另外一个远方，而且自身混乱的超级大国，很不明智。那现在也说啊，是必须要亲自的坚守阵地哦，来抵抗北京的友善外交。那还要透过莫迪跟高市的峰会来进行一些韧性。那印太地区的战略未来，终究必须由居住在此的国家来做自主决定。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现在哦。没有印度的印太，好，在美国这边的概念是这样，好，但是日本很故意在拉拢这个印度的关系哦，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到在牛粪上面到底有没有一些合作的契机，那以及日印到底各自打什么算盘，我们要问彬哥怎么看？牛粪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生意，而且印度人本来早就在用，因为它是全世界饲养最多牛的国家之一，它养了2到3亿头牛，非常多，然后每年光牛粪可以产12亿吨。所以印度早就已经在做各方面的牛粪的应用，在印度叫牛粪经济，其实还蛮发达。那这一次日本愿意注资去跟他们去建这些沼气相关的能源设备生产工厂，对印度来讲当然是好事啊。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可行的东西，只是问题来了，就是高市早苗的心态是什么？高市早苗其实现在就是因为他知道他跟中国大陆的梁子是解不开，所以他要对抗中国大陆，他必须要想办法去拉拢周边所有的国家。可是你看他这一路拉拢下来，他连蒙古都去拉了，你知道吗？然后去G7的时候，他也去想办法去表态，东南亚各国他也想办法去拉。可是现在看起来，对他反应就是有积极反应的，真的不多。菲律宾啊，对啊，菲律宾是因为美国主导的关系。那可是其他像蒙古自己被中俄夹在中间，他是无能为力。那你说俄罗斯现在对日本态度也是很不友善，南韩本来要跟日本签协议的，结果现在看到情况不妙，也是暂时先 hold 住。那北韩就不要讲，对日本敌意是很深的。东南亚这些国家其实就倾向于不要积极表态，因为表态太多会得罪中国，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划算的生意。所以他找了半天，连G7这些国家都是没有什么很积极的态度的时候，他终于找上了印度。那问题是，他找上印度之后，莫迪这个很像还是这样，你愿意给我钱，我绝对欢迎你。这人家是老实不客气的，不会跟钱过不去啦。对啊，我为什么要跟钱过不去？这是非常务实的啊。如果高市来台湾，愿意给台湾一笔钱，我也很高兴啊，对不对？这人之常情嘛。所以莫迪当然叫你妹妹，我跟你讲，他叫你校花都可以，所以反正你是送钱的，对不对？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无所谓嘛。那但是问题是，第一个，日本人愿不愿意去那边投资？投资这么大，日本其实一直都有在印度投资哦。那你要持续扩大下去，你可能就要面临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其实世界各国其实过去都曾经去印度投资过，可是一大堆都铩羽而归。你如果没有赚钱的时候，也许还好；一旦赚钱，印度人就会觉得说，那我的股份要变高，甚至我要获得这个掌控权，到最后就直接把你吃掉。所以后来搞的，你看本来一大堆都说要去了，后来一个一个打退堂鼓都不去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日本的企业未来真的有办法在印度扎根吗？这恐怕就是个大问题。然后印度，大家也都知道，因为他一直摇摆不定，有好处就拿。那当他一旦觉得跟你日本合作没好处的时候，你这个印太战略是不是又完结了呢？对啊，所以真的是在国际政治上面真的很难去形容要怎么样是最稳定的盟友。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一定哦。好，崇安教授怎么看？日中关系这么差，然后中国在这个高市讲出这个唯利重阳事态的时候，开始各方面的经济紧缩，日本一定亏钱的啦。那他亏钱怎么办？高市就开始要外面找市场、找商机嘛。所以马可仕去东京访问的时候，他们就签了一堆，然后说要建立更多的商机合作哦。然后呢，高市这去印度想要拉那个日印把日印的那个贸易再拉深一点。
日印的贸易额大概是275亿美元，哈，过去2025到2026，275亿美元，但是它这个贸易额度还是远低于日中跟日美啊，所以你自己日中好双边贸易做不好，你现在去拉日印，这个本末倒置啊。但是我觉得高市现在是这样子的，因为它的右派色彩太明显，好，搞得这个东亚的各个国家对它都有点忌惮，因为靠太近。所以他就只好开始找一些，比方说跟中国有一些 love and hate， 我们讲又爱又恨的国家，要找上印度。虽然呢，我刚才讲了有275亿美元啊，那日本在这个印度投资大概有1400家公司哈，但是就像刚才彬哥讲的，许多公司、许多国家在印度投资都会遇到一些麻烦，因为你要跟印度人做生意、跟他们做事情哈，要非常知道印度人做事的原则跟他们的习性。好，那他们这个不管是人口的结构、教育的程度。印度人他们本身工作的态度，这些东西都是各个东亚国家大家都有领教过的，所以日本能在这个印度到底能生根，但他们希望能生根更久，能赚更多钱。那印度何尝不是？他也希望说你带更多钱过来给我们。所以这一次为什么莫迪看到他来说啊，你是我的姐姐妹妹是妹妹不是姐姐对，莫迪比较老，莫迪比较老，所以妹妹好妹妹哈，就是希望你带更多的投资进来。问题是，那日印之间可能仅止于我们讲的经贸上合作会多一点点，安全上面高市打的是希望印度在这个跨上面你能扮演更多的角色，因为现在老大川普感觉我们讲战略不是战略退缩，他的战略忍耐之外，他有点不想管这个跨战略摊手，对，他战略摆烂哈，那他就希望你们自己，我们这种叫离岸平衡，就是川普就希望你们自己这些人自己自求多福。把自己弄强，我们才会救你。所以日本说好，我要更强。印度也你要更强吗？印度人说我要战略自主。那高市这次去，如果你真的想要打这个印度的算盘，在这个所谓的印太开放自由的印太，希望印度多负担一点安全责任，我觉得你可能还是要特别注意印度和本身的外交政策，它的原则是什么？就像我刚才讲的。战略自主是印度的原则，简单讲，它是不选边，我不跟你结盟，所以跨的你别想我们成为一个所谓军事联盟。那跨如果不是军事联盟，那就是一半一半，我们讲 half and half， 一半牛奶，一半非牛奶，这个是做不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啦，这一次我看起来啦，高市去那边做生意多，谈安全有谈到就好哦。那首相出访就是做个镁光灯，做个口碑，对，然后两边握手很高兴，他就达到他的目的了。有没有觉得国际政治真的好现实哦？对，其实每个国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最大的核心啦，所以才会变成这样子嘛。将军怎么看？大家不要瞧不起牛粪了，牛粪很厉害的，你知道？不要说牛粪了，你知道在这个为什么这个高市会突然跟这个莫迪两个会突然对牛粪有兴趣？因为一件事情的启发，在2018年的时候那是2月13号那天，印度南边有一个造船厂叫科钦造船厂。他在造什么呢？造维特兰特号航空母舰呢，就被这个不是牛粪是人粪炸掉了。你知道，连航空母舰都被炸了，而且还造成5死13伤。你说这个粪气，这个粪所产生的沼气威力有多大？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这个高市跟这个看到这个历史上面2018年发生这件事情，居然可以把航空母舰维特兰特号那时候在旁边造嘛，它是一架这个专油平台在那边，由于这个人的排泄物这个一直堆积了200吨没有清理，就产生了沼气，然后爆炸，连旁边的维特兰特号都因此受到波动，受到受伤造成5死13伤。这种是一种生化武器吧？对，那是不是接受这件事情的这种启发，突然发现说这个武器这个产生的沼气这个排泄物产生的沼气，它威力是无穷的。但是我必须要讲这个如果说这个沼气，如果说你适当的控制运用，当然可以当做能源的一部分了那由于这一次我想说，因为是荷姆兹海峡伊朗战争被封锁，那是不是印度自己本身？我们知道印度本身没有产油嘛，它14亿的人口，它能源的需要量很大。那日本事实上也是同样的情形。日本来讲的话，它四周环海，它必须要靠这个原油的运输天然气才可以国内才有能源。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次的战争让他们觉得说能源很重要，那不能光靠原油或天然气，如果被封锁了怎么办所以脑筋动到这种牛粪身上产生的沼气，我觉得这是这个必然的啦。如果说是因为这一次的伊朗战争让他们觉得在能源方面有这种危机感，那是必然的。另外我认为这次高市
跟这个到印度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稀土哈。这个日本现在因为中国因为高市讲的那句话哦，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造成中国对他的很大反感。那现在前2天上个礼拜还宣布对日本的20家的企业军民两用的企业实施制裁，就稀土不给你。日本在这种状况下，那日本当然对稀土的需求恐急了哈。在这种状况下，他是不是脑筋动到印度那边？但是这个高市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印度要做生意不是这么简单的。是，所以大家对于日印之间，其实觉得还是难关重重哦。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今天7月4号，我们还是要再来提到啊，美利坚合众国啊，是他们建国250周年。好，其实真的不容易哦。那我们也要看到啊，川普有接受一些访问哦，他又提到了以色列，他说他是对以色列最好的美国总统啦。对了，好到都要去打伊朗了。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讲。How a Jewish person can vote for a Democrat is beyond me. Well, let's because I've been the best president in the history of Israel. And they acknowledge, and by the way, in Israel, I think I was at 99% or something. 他说他在以色列有 99% 的支持度哦，哇，这么厉害哦，那不如去选以色列的总理吧哦。好，那我们也看到他说啊，把自己的头像也刻上去，川普将赴总统山来发表演说。好，这是他在第1任期的时候，也希望在华盛顿山来雕刻自己的头像，跟乔治华盛顿、杰弗逊、跟老罗斯福、跟林肯的头像来并列。但是在这第2任期里头啊，川普并没有采取任何的实质行动，反而试图的透过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项目来巩固自己的政治遗产，像是在首都留下一个持久的印记。那现在法国《世界报》就有提到说啊，更相关的本来应该是象征国家庆典的一个状况，好，但是呢，如今却像是一个美国总统川普的个人自我颂扬的仪式。说在政治日益分化的2极情况啊，国际形象持续下滑的美国，这个重要的时刻竟然被蒙上了一个这么浓重的阴影。那我们就要看到啊，有人觉得贺独立好像变成一个对立，那这些人很担心哦，仿佛川普的个人秀。华盛顿邮报是报道说啊，川普透过行政命令来成立推动很多计划，那为了纪念建国250周年发行的纪念币上面也印有川普的肖像，他的面容也将出现在这个纪念版的护照。那政府官员也正推动发行印有总统肖像的250块钞票等等。反正啊，就是他个人主义要展现的时刻啦所以他每一个东西只要跟美国建国有关的，他都要把他的头像放上去。好，那现在美军是反政治化吗？因为呢，川普遭到美军的前最高将领来开炮了。好，说啊，军队不该介入国内治安，更不能政治化。好，那我觉得这是美国的军人有点积压已久的怨气啦在这一位前最高将领身上这个是宣泄出来了。好，他是谁呢？他是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前主席布朗。他是在去年的时候被解职。那他在3号首度对川普政府处理美军事务提出了最直接的批评。他不吐不快，他质疑在美国城市部署军队的做法，那也警告不要让军队蒙上政治色彩。好，主要就是我们这一阵子也很常听到嘛，说美国的谁谁谁又被换了，而且换的都不是小咖，都是大咖的，而且这跟谁有关？赫格塞斯有关所以你看到这位布朗的这位前主席、最高将领，他也不忍了，直接对川普来做出批判。好，那当然，美军有一名少校在国会前面呼吁弹劾川普，遭到逮捕。好，空军说他要展开调查。这一位空军少校7月1号是在国会大厦的台阶前发表演说，他说要弹劾川普还有副总统范斯，就遭到警方的拘捕。那美国空军他们就说将对这名军官来展开调查。所以大家有发现吗？现在在美国的军人身上，对于川普政府的反动似乎出现了一些声音好，这会不会导致后面有一些连串的效应值得观察？
那川普被批以权谋私，来加关税之前，单日买卖600宗数字货币获得14亿美元的收入。那去年大赚超过20亿美元。川普撇清说，财务由次子艾瑞克来管理。他说，这些加密货币的商业活动不存在非法或错误情事，联邦层级的利益冲突法当中也没有要求总统跟副总统回避可能影响其财务利益的决策。那加密货币也赚了超过10亿美元。川普说不知道投资的细节，甚至还扯到中国竞争。好，那就讲说我们现在是加密币的第一 ，AI 方面也是第一。那美国的福斯电视台就传播抹黑中国的言论道歉。好，那大家就说这一幕其实在福斯电视台史上是不常见的。好，有没有猫腻不知道，但是可以看到川普就是这样嘛，所以川投顾上线也不是讲假的。你看他在这一任期赚多少钱。好，我们看到了以色列的部分他说他是对以色列最好的总统支持率高达99%。我们先问彬哥。都笑出来了。那个，反正他开心就好。对，因为我觉得川普就是这样的人嘛，就是美国史上最爱吹牛、最好大喜功、最自吹自擂，然后而且最不演的，就是把所有东西他直接这样给你做了。他应该是美国史上最接近皇帝心态的总统，我觉得。对，川王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喜欢这样做就好。我相信美国很多民众对他这样的做法是反感，所以你看他的民调到现在一直起不来，就在30%几，一直没有办法再往上拉升到40%这些。这当然除了美伊战争现在看起来美国态势不妙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川普讲了太多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做了太多就是在吹捧自己的事情。可是美国真的有在他领导之下变好吗？看起来目前所有的数据显示都不是这样。其实数字就说话了啦。是，而且甚至美国内部的对立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个布朗才会出来讲你现在把军队都派到内部，到底是什么意思？美国的军队是不可以介入美国内部的政治纷争的，美国军队也不可以去镇压人民的。你对付人民有警察这些相关其他的机构，怎么会动用军队呢？然后现在美国军队因为川普上台之后，真的把美国军队大清洗了一遍，把很多军官这些都已经全部都干掉，然后很多部队的一些价值也被他重新矫正，所以部队里头反对他的也非常非常多。而且大家如果注意到的话，这2年美军军中的各种奇怪的意外事故特别多，我觉得这跟显示军中弥漫的一股很不满的这种氛围，而且甚至造成了士气整个普遍下降。这个对美国军队绝对是一个警讯，而我觉得这些都出自于川普的很多作为。那当然，川普毫不遮掩的，就是每天在放消息，所以有人都叫他川投顾而且他是有这个曲线的每一次到礼拜5，他一定会放一个消息，然后到礼拜1的时候，整个股市要上来的时候又来带进带出。对就是这样子看起来操作的痕迹非常非常明显虽然他自己讲说都没有，都交给我小孩子处理我自己都没在管可是我真的觉得美国的法令有问题你怎么可以让一个这么容易操纵市场的人，然后他的家族还在经营？他的家族在川普上任到现在，人家估计至少赚了超过25亿美金呢，这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但是美国人好像觉得无所谓。那当然我们不是美国人美国人觉得好就好，反正他赚的也不是我的钱，只是这样子真的实在是很难说这是一个法治的民主国家。那至于福斯，大家看这个标题可能会误会说福斯会去跟中国大陆道歉，为了抹黑中国道歉言论其实根本不是，他是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之前有要在地方设 AI 数据中心，结果当地的环保团体跟民众反对，然后结果福斯就直接抹说你是中共同路人，说你是背后是受了中国支持，结果现在人家要跟他打官司，他怕被告，赶快道歉，所以才赶快道歉而已。怎么跟台湾有点像只要怎样都是抹中共同路人就对了。崇安教授怎么看？其实美国人很多人是对川普非常怨言的，不管稍微有知识的啦，我们不要讲那些所谓老白蓝有知识的，你只要讲到他们觉得川普在乱搞，他不但乱搞之外他让美国社会分化极化更严重那当然这个东西最近有一本书我想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本书非常重要，叫被偷走的骄傲这本被偷走的骄傲，他是UC Berkeley 伯克莱大学社会系的教授叫赫希尔德，
他非常有名，他也是很资深。然后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认为说美国右派为什么会这么的激进？美国社会为什么分裂的这么严重？他发觉是什么？美国人民的本来是骄傲的，然后呢，到失落、自卑之后呢，我们台语叫更小登手起，然后呢就起来把川普推出来。这为什么？2016年到2020年有许多人来投川普。我们来看哦。Herschel 他2017年用了6年的时间到肯塔基州的一个地方第5选区，那叫派克维尔镇。那个地方以前是一个非常中立的，有人投民主党，以前投奥巴马一堆，也有人去投共和党，他是不会那么右的，不会那么保守的。虽然里面的人都上教会，那个地方你知道阿帕拉契山下肯塔基州底下那些人都是白人，以前是挖煤的，假日时候是上教会新教徒，但他们没有那么的右。可是2016年到2020年，他们全部转到川普。发生什么事情？赫希尔德教授他就花了6年时间在那边访问了百工百业，反正很多人，教授、牧师、议员，开卡车的，他每个都问到底发生什么事。他发觉在那边的人有一个叫做集体创伤的问题。简单讲就是他们过去抱持的，在美国，尤其是美国中产阶级你只要努力就会有成功，美国梦嘛。结果不是发现我们努力，结果那些左派人把我们钱拿去养穷人，去照顾移民，他们很生气啊。所以他们这些人就起来反对，说我要抗争。再来什么？我讲更小灯手起，大家听得懂了吗？就是因为这些人觉得，我们本来是挖煤的，都还有一点生意，还过得还蛮不错的。那些人以前都开好车啊，上教会可以光鲜亮丽，结果全球化，然后再来呢，美国汽车衰落，整个工作都没了。结果他们那些人呢，又移不走。美国很多民众最麻烦的问题就是，他们不能移到别州去住，他们就一辈子在那边翻不了身。翻不了身什么？从过去的骄傲到失落，到什么更小登手起，转过来就支持川普。我告诉你，这些人现在还是支持川普，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抢走他们的生意，你们外国那些白领阶级那些民主党人都把我们生意都抢走了，亚裔的人赚我那么多钱，他们还是支持川普。所以这是我们讲，谁让川普这么有底气，又要在总统山盖自己的雕像，又要出纪念币，又要把甘乃迪中心换自己的名字，谁给他的底气？就是这些人。这些人在美国还不是少，不是我们说没有很少，还蛮多的不要认为说这些人不存在所以我还在讲最后一句话，就是当我们台湾人说非常亲美，你真的懂美国吗？赖清德，你天天在祝美国生日快乐，你敢讲川普任何一个字吗？当然不敢将军怎么看？你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件事情让我们这个军人非常的尊敬这个美国总统到国会或什么地方去做演讲的时候，那很多人都会起来鼓掌嘛，但有一群人一定不会起来鼓掌，他一定坐在那个地方，连起立都不起立。军人。就是军人而且他们穿个军服在那边，代表什么意义呢？代表说他们是不分党派，尊重国家。美国那时候，这个我们国军这个学美军来讲的话，我们那时候知道美军有3大信念，哪3大信念？第一个国家，第2个责任，第3个荣誉。所以我们经常讲，荣誉是军人的第2生命那你的责任就是以国家。所以说，如果说那时候美军这么好的一个政治在中立只尊重自己的军人的职业，只重视自己的荣誉，只效忠自己的国家。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美军居然一个空军的军官可以穿着军服走到那边大啦啦的说要弹劾川普，这代表美国军中的一个这种体系已经崩溃了为什么这个军人敢冒所有军人之大不讳，而且是穿着军服去说要弹劾川普？因为他真的是看不下去。我相信这个后面所代表的故事一定是很多很长的。那到底这个美国今天是他进入250年的这种国庆的日子，究竟是这250年这个培养出来像川普这么一个总统，还是从川普以后会将美国画一个这种分水岭，从富强从强盛的国家走向衰弱其实我们有待观察。可是我认为是说，这个美国的很多制度搞到现在，本来是一个很富强的国家，那出了川普确实是一个很明显的分水岭，尤其是说让所有人这个不敢相信的是，你身为一个美国总统，你到底是美国总统，还是你的川普家族派出来担任总统，然后负责替家族这个担任 CEO 炒作股票、炒作赚钱生意的一个职务而已。
我们看到，从川普就任总统以来，他现在光这个加密货币来讲的话，他已经狂赚了14亿这么多的金额。但其实他在竞选总统之前，他是反对加密货币的。他那时候讲说，加密货币就是提供这个贪污啊、犯罪啊。因为那时候他不知道能够赚那么多钱。后来等他发现可以赚这么多钱以后，他自己成立公司，要投入啊，让儿子来经营，然后这个大捞一笔、大赚一笔。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他的股票也是这样，而且他身为一个总统，他利用他自己的职权毫不避嫌。比如说讲一个最明显的，辉达好了，辉达股票，他同意 H20卖给中国之后，就后来大家发现，他原来是他已经先去买了辉达的股票，然后他同意 H20这个卖给中国。当然后续有没有买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这东西这就不是很明显的内线炒作吗？那对于苹果股票也是这个样子。没错，我们看到呢，不仅仅是现在台海的关系很紧张，中日之间也是非常的紧张，而且之前一直传出啊，说日本是没有办法定位辽宁号在哪里，结果现在呢，日本是终于公布了，说他们今年5月到6月的期间呢，自卫队呢在日本的周边海域进行的警戒监视活动，就公布了他们真的有看到辽宁舰。这个目标呢，不仅仅是中国的军舰而已哦，包括了俄罗斯军舰。好，那不仅仅是军舰呢，我们来看到了，其实啊，就连中国大陆的海洋调查船呢，也出现在了冲绳的九米岛西方，在日本的 EEZ 海域进行科考。这个是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在7月3号上午的时候呢，在冲绳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发现了中国海洋调查船以类似线缆的物体来投入海中。那海保认为这个呢是在进行未获日方同意的海洋科考，巡逻船也透过了无线电要求他们来停止作业，但是双方的关系紧张，又加上7.7事变，时间快要到了，所以呢，日本的驻中使馆就呼吁了，留在这个中国的日侨，提醒他们要特别注意反日的情绪高涨，而且现在啊，中日两边的航线呢，可以说是全线停飞。好，今年6月呢，有25条的中日航线取消了航班，全月累计取消了1488次，这个取消率是高达37.5%。其中啊，上海大阪航线单月就取消了325个班次。好，所以现在中日关系紧张，然后要对立，那高市早苗是不是就去拉印度来结盟了呢？但是啊，高市的外交表现又被网友吐槽了哈，因为呢，有网友发现了这个印度总理莫迪说了一句印地语，然后说是我的妹妹首相。但是呢，高市却说这个我的妹妹是我美丽的妹妹，自己把美丽给加上去了，然后就被质疑说，这是不是高市你自己在妄想了呢？好，而且呢，为什么他要说我的妹妹首相？其实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俩关系很好，像兄妹一样，是指什么？是指高市比我低一等你的位阶比较低，所以是妹妹的意思。结果高市自己兴高采烈的说，他说我是你美丽的妹妹，这样子哈。那另外呢，这个印度的性平观念除了不太好之外啊，它是不是一个好伙伴也是一个问题。因为牛弹琴就说了，高市访印度期间也再次强调说要建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但是其实美国现在都已经不要印太啦，也把这个印太司令部改回太平洋司令部了。结果你现在日本竟然紧抱着印度不放，所以啊，这场外交好戏不简单哦。都美国不愿意再为印度的战略伪装买单了，结果印度现在是惊喜的发现了一个新的冤大头——日本。好，所以这个抗中同盟啊，真的是越来越奇妙了。而且很尴尬的是什么？是这个抗中同盟的头美国川普，他自己也是四处在惹人怨尤其是伊朗的关系，所以导致于印度啊，还有日本跟伊朗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微妙。现在伊朗呢要用葬礼去划朋友圈那也伊朗也向莫迪发出了邀请说请他来这个葬礼的礼仪请柬，结果到了新德里手里呢，却成了一个很难的一个战略算术题。因为去了之后，美国、以色列不高兴了，但是不去的话呢，又可能会让伊朗给记上一笔。要知道啊，伊朗可是印度重要的来源
能源来源之一。而且更关键的是，印度有不少的能源运输都是依赖荷姆兹海峡，而且让印度更无法忽视的呢是这个恰巴哈尔港。这个港口啊，是印度绕开巴基斯坦进入阿富汗还有中亚的一个重要通道，所以去不去呢都非常的两难。好，另外来看到日本跟伊朗的关系了哈，目前呢其实是有3家日企在评估的，要恢复采购伊朗原油。如果成型的话呢，这个就是日本自2019年以来首度进口伊朗原油。那据目前传开呢，已经在进行初步的接触了。好，所以你说要跟美国是怎么样的同盟关系，其实背后好像也还是在各怀鬼胎，各自算计自己的国家利益吗？我们来请教薛化明将军。首先我讲这个海底调查船，大家看这个东西新闻不太起眼，大家重视都看航母了，这个军舰了。我告诉你，日本手上的牌跟美国手上的牌比较强项的就是他们的潜舰。那中国大陆他的舰队要想出太平洋，要到深水去，它不是走巴士海峡就宫古海峡，所以冲绳周边的海域水底下的状况，你没有海测船去调查清楚，到底这个海水有多深，海流是怎么流，流速多少，海里的盐的浓度多少，水温多少，这都牵涉到潜舰作战所需要获得的资料。因为你的这个声纳系统碰到深度不一样，盐度不一样，它的反射跟杂音都不一样，还要录取当地海底动物像鲸鱼这些的噪音，会不会让你有误判？所以这是海下作战的第一步，先要调查海底的地图跟这个所有的资料，水文资料，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也在生产20条新式的核动能的潜舰，这个潜舰不是做战略潜舰，是做猎杀型的潜舰，就是专门猎杀日本和美国潜伏在台东外海或者是印度周边的海域水下的一场搏战，这是开头第一步要做的。第二个，伊朗这张请帖啊，对莫迪来讲，我讲是灵魂的拷问，你来不来？你占了老子的便宜，买了这么多伊朗的油，赚了这么多钱，我家办事的时候你来不来？红白事哦，这是大事哦。你不来，那以后你想不想要买伊朗的油，发这个国难财？你来，你不怕美国人对你的制裁？所以莫迪必不吭声了，这个问题很难答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事情呢，所以伊朗这一招蛮狠的。我以前不觉得伊朗人很聪明，从美伊作战到现在啊，第一个是他打不死的蟑螂，连美国这么强大的军力他扛过来了。今天捏的荷姆兹海峡欲取欲求啊，就抓到你川普急得想脱身又脱不了身的时候，伊朗很多条件可以开出来。美国丢出来，哎，我先把卡达的这个60万美金解冻给你。伊朗说摇摇头，拿这点小钱就把我打发了，门儿都没有。所以你看好了，逮住了川普，家里面后院失火，赶快脱身。这个时候以色列就被抛弃了。对，所以你看，以色列跟美国这么亲密的朋友都被抛弃了，回过头来，里奥骂的那句话，我们不被抛弃吗？刚才你还讲阿里桑那开一个办事处，你以为是很外交上突破吗？那是为了加速挖台积电的一个办事处，方便作业，好事吗？一点都不好啊！川普又讲了，我本来就要掏空台积电了，我拼命的掏也只能掏到50%啊！我还有，你没有忘记美国那个副国务卿讲过什么话？我搬不走的台积电，我炸都炸掉，我绝对不让你中国拿到。你知道美国对台积电是什么态度吗？先说你是偷的，现在我要回来，要回来还要你投资，我自己都不出钱，都狠了。穿着西装的强盗也不过如此。没
错，真的是非常的狠啊！结果没有想到，伊朗用葬礼这一招，让这个印度非常难堪。我们也是觉得印度也是一个蛮取巧的国家，没有想到现在竟然被反制了。我们请教徐老师。是这个。是这个关于大陆的这个科考团在冲绳的九米岛啊来进行科研这个事情，我觉得时间点非常有趣。当然，这一方面呢是持续的去反制日菲准备启动的在台湾这个岛屿以东的这个东部海域的这个划界谈判啊。但是我觉得更值得玩味的是中国大陆最近打的琉球牌。在前几天啊，《人民日报》就是大陆的这个层级最高的党报啊，它在它的一个不是很前面的版面，大概是第18版分比较偏后的一个学术讨论的一个版面，但是看了一篇全版的文章，是由这个中国大陆社科院的这个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员所写的，那就去回顾了100年来啊，整个冲绳或者说我们说琉球民族，它不断在保留自己的身份认同、文化记忆，还有跟日本的从军国主义时代一直到近现代，基于美军问题啊、美军基地问题啊所衍生的种种的社会抗争。跟这个追求自治的呼求，那其中有一段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他其实虽然没有把冲绳地位问定论这7个字写在上面，但其实意思呢，我觉得也非常的相近。因为日本现在开始跟美国一起在炒作这个台湾地位问定论嘛，那大陆就把这个冲绳地位问定论拿出来谈，而且他谈的有理有据的点在哪里呢？他说第一个，在2战之后啊，其实日本除了这个本州啊、这个北海道啊、4国啊、九州4岛之外，其他的领土是放弃的，包括台湾，包括承认这个朝鲜的独立。那关于琉球怎么办呢？当时是同意由美国来提案，向联合国提案，把它置于联合国的暂时的托管之下，而实际上是由美国的军政府跟琉球的民政府来共同进行一个双层结构的治理。可是，在1972年，由于韩战爆发，由于这个冷战爆发等等的这个美苏对峙的一系列的形势，那美国非常需要日本的支持啊，所以也就在1972年同意了把琉球还给日本。那这篇文章就在讲了，那当时放在美国这实际下的这个联合国托管是走联合国这个渠道啊，那为什么到了1972年，你美国有权利私自把这个琉球还给日本呢？那这个就造成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历史的现状。那当然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说大陆这张牌关于琉球牌会不会继续打下去，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再看一下高市早苗对印度的访问，其实日本对印度的兴趣啊一直非常强烈，包括从这个前首相安倍晋三开始就把它列入所谓的印太计划嘛，就把印度拉进由美国、日本、澳洲所组成的这个西太平洋防线，把这个地理幅员扩大，从西太平洋、亚太扩大到印度洋，变成印太。那当然啦，这个现在的川普政府啊，对于继续走这个印太战略啊，觉得是一个有点这个本大利小的事情，川普没有很大的兴趣。包括我们看到QUAD这个美日印澳4国领袖的峰会，其实从2019年这个拜登政府办了最后一届之后，后面经过几届疫情，搞了几次线上会，那到川普就任以来，第2次就任以来，到现在没有办过，所以5月的时候才急急忙忙在印度先开了一个外长层级的会，来弥补一下这个空档期间的尴尬。但是呢，这个高市早苗就其实实际上他就持续去烧这个冷灶啊，不能让这个灶给熄掉。所以这次我们就看到日本跟印度就谈了很多的合作方案嘛，包括稀土，包括半导体啊，包括这个莫迪说，我们这个印度有非常多的 ICT 的资工产业的软体人才，那日本有很好的工业制造能力，我们未来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半导体啊，或者说其他下一个时代的这个 AI 具身智能的方面，大家来这个互相合作，来避免中国大陆来卡双方的脖子。那当然这个这也是犬牙交错，一方面我们看到印度长期的让日本去使用它在安达曼海上面的这个几个星罗棋布的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基地，那同时我们看到缅甸的领导人最近敏昂莱也到北京去，那也跟中国大陆再次重申了中缅之间的合作，所以我们看到中缅然后日印两方其实是大家互相合纵连横，在玩一个地缘政治的大棋。好，所以日本来拉了印度一起来抗中，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去公布辽宁舰的画面呢？我们来请教洪庭哥。我觉得这个是日本现在在做所谓的这个主权，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主权伸索，然后以及它的一个反馈式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最大的原因在于，就是日本现在想要在川普态度比较暧昧不明的这个状态底下，他想要去维持他过去所主导的印太战略。就像我们过去所提到，其实印太战略是安倍晋三先提的，他那个时候希望就把太平洋跟印度洋去连成一个战略空间，去联合日本、美国、印度、澳洲还有东南亚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希望能够抑制中国。那这整个的战略里面，印度其实扮演的最大的角色是什么？是它的人口。
就唯有它的人口，因为其实你看包括国父在三民主义里面都提到，人口对一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在思考印度的人口的时候，但并没有思考印度的法治。就像我过去所提到，印度的法规非常非常的复杂。其实我们有非常多台湾的企业在印度投资。有些还可以，但有一些也是蛮痛苦的。其实过去有很多电子业啦、科技工厂啦，然后包括甚至石化业跟这个纸业，其实都在印度做很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所以为什么日本要这样做？最大原因其实是能源，它是为了能源。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觉得这一次高市长们要去找印度最小可以做的事情，反而是他们现在正在宣布的部分。我认为美国松绑了这个。对伊朗的油的这个能源的这个制裁，然后日本马上宣布说，我有3个国家要恢复，是不是能够重启？我觉得这是一个战略回旋。日本不太敢得罪美国，他宣布说我们在思考重启，但最后我认为他会做什么事？他会去透过印度来买伊朗的油，所以这是他最低规模限制可以去做的这个部分。那透过这样的一个部分以后，接下来包括无人机的一些技术输出啦，是不是看能不能够使用印度的这个制造力？坦白讲，这个我觉得还是有2个国家的个性的问题，因为日本做事是很一板一眼的，那印度的法规是极其复杂的，对一板一眼的人来讲，要在印度能够 fit 这个市场，我觉得并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那接下来你看，为什么日本要去公布辽宁舰的这些部分？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他现在想要跟国际，不管是欧洲还有美国的这些智库讲说，你们真的不要小看中国。他们扩张的野心，你看他的科考船来到我这里了，你看他们通过了，而且他一定要强调什么？他的辽宁舰是跟着俄罗斯一起通过的。他现在就像我过去所讲，我上礼拜一直在讲，日本现在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在川普暧昧不明的时候，我还是要把我们过去的这个民主价值大联盟抠起来，然后去等待川普的下一任，我们继续的去维持这样的一个同盟关系。所以他会一再的强调。这个俄罗斯跟中国一起做战备演习，通过我这里，甚至他会讲说北韩也在威胁我们，然后这样子一起去拉，那这就是他现在所要造成的叙事。所以，那他的整个战略目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他就是要在后川普时期维持住一个这整个过去印太战略的这样的一个同盟。他非常怕大家会忘记说中国的威胁有多可怕。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点轻松的，那就是世足赛。韦德角真的是被全世界给记住了。来看这个微博热搜啊，前11名通通都是世足啊，都是韦德角对上阿根廷的新闻。而且更夸张的是什么？是这场比赛在中国的收视率爆炸了。这个即时收视呢，市占超过50%哦，就等于说呢，每2间开着电视的观众就有1个在蹲这一场球，真的是非常的夸张，高的非常离谱。那果然，韦德角也没有让大家失望，真的是上演了一个惊奇的球赛。他是最强的黑马，2度逼平阿根廷。虽然最后呢还是以1分惜败了，但是呢他却赢得了全世界的喝彩。好，他在32强赛今日上演了对决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那韦德角呢2度扳平比分，最终是以2-3惨败，差10分钟而已啊，差10分钟就可以把阿根廷踢进 PK 大赛。那 BBC 也说啦，先别提梅西、C 罗、哈兰德还有凯恩了首次参加世界杯的韦德角，虽然是本届参赛国中人口最少的国家，却成为了赛事焦点。因为我们来看到了这个挡门员，他是速度挡下了梅根的球，队友就狂赞啦，说这个能够挡下梅西的人是不多的耶。这就是韦德角的当家门将沃奇尼亚，他多次上演神扑救，挡下了梅西的射门，让这个卫冕军陷入了苦战。那么队友也胜在在3-4码的距离挡下梅西射门的人并不多了甚至比赛之后呢，很多的阿根廷的小球迷都在等候的退场区找这个韦德角的退将维奇尼亚要跟他握手签名所以他圈粉全世界，就连他的对手也被他圈粉了。而且很巧的是什么呢？是赛前有一名记者随机采访，结果这么巧的就采访到了沃奇尼亚的老爸。我们来听一下这段访问。Hoje, graças a Deus, confiando que Cabo Verde vai fazer bom resultado. Qual o resultado que você espera? É assim, para nós qualquer resultado é satisfatório, mas
Eu acredito que Cabo Verde vai fazer empate e nos penaltis ganha. E nos pênaltis o Vozinha vai pegar algum pênalti, é isso? Eu acredito que sim e ele também está confiante que isso vai acontecer. Eu sou o pai dele. Você é o pai? Sim. Do Vozinha? Justamente. Você tá brincando, tá falando sério? Eu não brinco no serviço, quando eu falo sério. Meu Deus, e o orgulho que você tá sentindo dele? É claro, Cabo Verde, todo Cabo Verde está orgulhoso dele e eu mais do que qualquer outra pessoa.我可以看到沃齐尼亚的父亲其实也是蛮年轻的，那记者也是非常的惊讶，嘿，我这么一随机访问，竟然真的访问到了这个冠军，不是冠军啦，应该是说是这个黑马的大将的一个爸爸，真的是非常的巧。那另外呢，来看到了，其实这次维德角能够这么的突出呢，维德角的足协副主席也表示说啊，非常感谢中国，因为呢，我们的体育场就是中国政府援建的，那至今呢，还有中国的工作人员在我们这里常驻啊，负责场馆的灯光啊、场地的运维等技术的保障工作。所以呢，我们还计划要跟中国队安排一场足球友谊赛。好，那这个中国队可能会被这个打得有点惨吗？不晓得。好，但是啊，非洲的小国感谢中国，那其他的国家现在呢也是积极的想要跟中国给搭上线了。我们来看到啊，因为最近呢，大陆跟53个非洲建交国已经这个宣布零关税了嘛，那2个月的税收呢是减让了1.2亿元的人民币哦。哦，那不仅如此，在中亚的部分呢，这个乌兹别克的总统米尔契约耶夫呢，7月2号到3号呢，也是一样对乔治亚进行国事访问。会谈中也提出了要研究把这个巴库蒂比利斯卡尔斯铁路走廊，还有正在建设当中的中吉乌铁路来连接在一起，这样子怎么样就可以直接打通一个中国到欧洲的铁路了。那看到了中国是这样子积极的在建设，然后也是希望大家一起去发展交通，一起赚大钱。那川普在干嘛呢？川普现在竟然是提出了要禁止中国从格陵兰岛去获取海鲜，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战略呢？因为川普他在第一任期，曾经在川普第一任期担任财政部的官员，现任美国北极研究员的主席提出的一个设想，说啊，美国啊可以把格陵兰岛生产的所有海鲜都拿走，省去中间商，阻止中国进口，这样子就可以在美国红龙虾餐厅吃到无限量供应的虾了。好，所以这是什么样的理由要去占领格陵兰？其实是为了海鲜吗？好，所以这样川普的一个离谱的战略，就连加拿大也看破了。好，所以现在呢，加拿大要你推什么国防银行，就是要减少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好，加拿大计划在下周于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呢，与10个国家共同宣布成立全球防务银行。那总理卡尼呢，也正在积极的推动，应该对由美国主导的传统国际秩序来出现分裂的趋势。好，真的是现在的国际趋势或者是国际战略，可以说是非常的魔幻啦。哦，不仅仅是川普这个人的思想很魔幻，维德角赢球也是非常的魔幻啊。我们先来请教帅瀚明将军。我也很喜欢踢足球哦，真的。我跟你讲，球门之难做是什么？除了身手要灵敏以外，心智要很坚强。面对人家来踢罚球的，或者要进射门的，那些脚法都是很刁钻的，都是在你不能想象的一个角度跟这个位置踢进来。梅西啊，是多少队友供球给他，他来射门。所以你要挡住他的球，基本上很难。所以这个人除了身手矫健，心智啊，这就在对赌嘛，跟打棒球一样。你这球来是直球还是变化球？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所以门将啊，我们看 PK 赛啊，这个罚球进球的比例很高，因为球门那么宽，到底在左边右边，你很难临时转换你扑球的一个角度。所以维德角这么小一个小国寡民呢，能够培养出这么好的球队，中国大陆真的会气死啊！这个世界棒球赛足球赛，所有的裁判啦、摄影机啦、广告啦、义乌的小东西啦，全部包了，就缺一个中国队。这个维德角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要到中国去踢一场球表示感谢吗？还是安慰啊？
所以我觉得这一下应该要刺激中国大陆的球队要奋发向上。你什么都把人家包了嘛。我举几个例子啊，为了要球赛好看，足球比以前的老式足球要轻，射门的机会有多。我们年轻时候看足球赛很无聊，0-0，2个钟头在那里踢来踢去，对吧？他现在把球变薄了，变轻了，里面装了晶片，哪有以前的裁判能够一次开出8张黄牌啊？因为现在的摄影技术太好了，谁犯规马上抓到黄牌就出来了。所以现在球赛越来越精彩。阿根廷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队。对，好啊，真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维德角这次真的是被世界给记住了，请教徐荣庭议员。我觉得还是不能只谈足球，所以还是要请观众大家看一下。其实应该在这一场比赛之前，很少人知道维德角在哪吧？对不对？对，维德角在西非，在塞内加尔旁边。所以这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其实有2个国家，一个叫维德角，一个叫古拉索。古拉索的人口只有15万人而已。维德角50万，其实比我的选区还小。对，那你看维德角，然后你再看古拉索就在委内瑞拉门口而已。所以你看这以前都是大航海时代这些国家的殖民地，所以它其实是个战略要冲。所以其实你可以从维德角跟古拉索，然后再看中国大陆在那边的投资，你会发现一件事，其实他们很懂得掌握一些战略要地。包括刚才帅将军所提到的这个潜舰啦，或者是做任何的这个海面之下的一些这个安排，所以他们是有他们的战略要地在的意义的。那回过来还讲足球，对我觉得其实坦白讲，今天我看这场球是真的蛮感动，因为阿根廷是传统强队，那他会赢这件事情，大家其实不觉得意外。对，可是维德角过去大家讲说你防守很强，但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他会进球，对，所有人都很难想到，就是然后一度把它打到2-2，然后然后打到延长赛，然后在延长赛两边居然还能进球。那我觉得其实我蛮感动的是他们整个团队的 chemistry 啦，就是说这个国家小，可是这个球队的很团结，他们的小组的互相的这些帮忙的防守，跟他的整个小组的那个团队的他们的化学效应，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厉害。当然门将的表现也非常优秀，所以我们在看足球的时候，我们常看一个数字叫什么？叫做逼迫失误。逼迫失误这件事情，在维德角这一次让阿根廷整整失误了46次，就是因为他们的防守而掉球，然后所以呢，他抄截也是46次，然后呢，防堵26次，阿根廷总共踢了22次射门哦，结果呢12球射正，但是最后只得2分。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数据，我觉得他的小组其实很厉害，除了门将强，他的小组的防卫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没错，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我们讲了2门。好，维德角真的是赢得了世界的称赞。我们来请教徐和谦老师。是今天有看新闻啊，维德角的这个总统，他就跟中国大陆驻维德角大使他们就一起看球，然后看球就讨论说，为了表示对中国大陆的感谢，因为维德角的国家体育场，也就是维德角队的主场，其实就是中国援建的，2013年就交付的一个工程，那就是说要去大陆打一场友谊赛。然后今天一整天我就在看大陆网友对此的汹涌澎湃的评论，有人就说这必然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情商考验大赛。然后有人说，为了体现友谊赛的真谛，咱们交换门将吧。还有人说，如果维德角能把国足踢平，甚至输给国足，搞不好可以多得一个体育场。所以我想这大陆网友非常可爱，就是说，虽然这个近几年大家都说网友越来越民族主义，但是当涉及到足球议题的时候，我们永远可以看到大陆网友展现出非常 generous、非常大方的一个勇于自嘲跟这个的态度啊。对，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但我们看，就像刚刚洪庭议员所说的，维德角它所处的在这个大西洋沿岸的这个地理要冲啊，它由10个岛屿所组成，所以其实它也是中国大陆“一带一路”投资跟援建的一个重要的落脚点。